他是死神手中的镰刀，是千米之外取敌首级的幽靈。在戰場上，他是創下2475米超遠擊殺紀錄的絕對王者。在遊戲裡，他是讓無數玩家冒着落地成盒的風險也要去舔的空投神裝，精準冷酷，威力無窮，仿佛他就是為了戰爭而生。但您敢信嗎？這把讓全球特種部隊搶破頭的大殺器，最初竟然是個民用貨。它的誕生纯粹是因為一個拿了奧運冠軍的英國凡爾賽大叔嫌棄手裡的比賽槍太難用，一怒之下為了哄自己開心才造出來的。沒錯，他就是從體育賽場一路殺進戰場的傳奇 AWM 狙擊步槍。一個搞體育的門外漢是如何把百年軍火巨頭按在地上摩擦的？他那顆被稱作開了掛的子彈到底會有多恐怖？而在 CS 裡，他為什麼又改名換姓成了 AWP？ 今天火力軍就帶您扒一扒這把狙擊之王背後的故事。您知道嗎？有些人的抱怨最終竟然成了別人的信仰。今天我們要講述的 AWM 的故事，就得從兩位患有職業病的英國老哥說起。馬爾科姆·庫珀和戴夫·卡格，他們可不是什麼軍工巨頭，而是地地道道的射擊發燒友。尤其是馬爾科姆，這家伙簡直就是個射擊狂魔。他拿了2次奧運會冠軍，8次世錦賽冠軍，13次歐洲錦標賽冠軍，還順手破了12項世界紀錄。這履歷亮出來，可不就是射擊界的天花板嗎？但您猜怎麼着？這位天花板每次比完賽，最愛幹的事不是慶祝，而是抱怨。他抱怨什麼呢？抱怨手裡的槍不夠給力呀，精度不穩定呀，用起來不順手啊。這位凡爾賽本人甚至還说：“哎呀，我这技術這麼好，怎麼總是被這破槍拖後腿呢？就不能給我的神級操作配一把神級武器嗎？”也就是這股子凡爾賽勁，就像一團火，最終把他們倆給燒成了軍火商。於是，在1978年，名為精密國際，簡稱 AEI 的槍械公司就這麼成立了。一開始他還只是個小作坊，但他的目標卻很明確，那就是造一把完美的槍，讓馬爾科姆自己用到爽。一開始他们最初的原型槍叫 PM， 意思呢就是精確射手。他們以為這槍就是給那些和他們一樣有點職業病的射擊愛好者準備的。結果萬萬沒想到，半路殺出個程咬金，英國陸軍來找事兒了。英國陸軍搞了個競標，想找一款新狙擊步槍，要求那叫一個變態，600米首發命中率100%，1000米也要打得準。這不就是明擺着說，誰能做到指哪打哪的槍，誰就是軍方他親爹。當時 AEI 公司還是個軍火圈的小透明，對手那可是老牌巨頭帕克黑爾啊，這簡直就是菜鳥 VS 老炮，結果還用想嗎？當時所有人都覺得 AEI 公司就是來此一日遊的，想要入選指定沒戲。結果呢， AEI 公司就像是拿了主角光環，愣是憑借 PM 步槍以微弱優勢贏了。雖說是差距不大，但不管怎麼說，贏了就是贏了。PM 步槍最終被英軍採納，重新命名成了 L96A1。這 L96A1 一服役， AEI 公司也跟着一塊飄。他們依舊保持自己的初心，想要做出一把最好的槍。於是他們積極聽取了英軍在使用中反饋的問題，不斷改進，並且野心越來越大，直接把槍的設計方向瞄準了一個聽起來就讓人瑟瑟發抖的地方——極地。1990年 L96A1 宣布停產，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 AW 步槍，也就是北极作戰的意思。这名字一聽就知道是為北極這種極其寒冷的地方量身打造的。你看他那扳機護圈做的跟個大耳朵似的，就是為了讓你戴着棉手套也能輕鬆摳動。這種細節把控，誰敢說 AEI 公司不是暖男呢？然而剛消停沒多久，英國軍隊又開始琢磨了，我這狙擊槍雖然準，但打得不夠遠，威力不夠大呀，能不能給我來個 Plus 版本啊？得，甲方爸爸有需求， AEI 公司立馬響應。1997年，在 AW 步槍的基礎上， AEI 公司正式推出了我們今天的主角 AWM 狙擊步槍。為什麼這名字裡要加個 M 呢？其實啊，M 就是英文 Magnum 的縮寫，翻譯過來就是超級馬格南。之所以會有這個稱呼，單純就是因為它能打.338拉普阿馬格南這個大號子彈。至於它的威力，看到後面你就知道了。總之 AWM 從一個奧運冠軍的抱怨開始，一路升級打怪，最終成了戰場上的大殺器。這故事是不是比你追的劇還刺激？別急，接下來還有更刺激的。
在狙擊手的世界裡，槍好只是一半，子彈好才是王道。就像游戏裡你光有神装没有神级技能，那也是白搭。而 AWM 最引以为傲的神装，就是他那顆開了掛的心臟點338拉普阿馬格南子彈。這顆子彈的誕生也是一波三折。上世紀80年代，美國軍方突然靈光一現，咱們是不是缺一顆子彈呢？就是那種比 7.62 毫米 NATO 猛，但又没.50 BMG 那麼囂張，能打得遠打得準，還能穿防彈衣的子彈。這要求簡直就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啊！最終，美國 RAI 公司接下了這個燙手山芋，吭吭哧哧搞了一陣，結果呢，彈殼在高糖壓下居然炸膛了，這也太尷尬了。正當 RAI 公司愁眉苦臉的時候，他們想到了芬蘭的拉普阿公司，聽說你們彈殼做得厲害，來幫我個忙吧。也就是這次求助，才讓这顆子彈起死回生，最終以拉普阿的名字命名，於1989年橫空出世，從此一飛沖天。這顆子彈有多厲害呢？火力軍給您打個比方，它就像是子彈界的健身達人，彈殼容量大，能裝更多的推進劑，結果就是它能把彈頭推得又快又遠。250格令的彈頭初速就能達到925米每秒，能量將近7000焦耳。這要是打在身上，那感覺神仙來了也扛不住。而且它的彈道特性也是没得說，飛得又平又穩，風吹不動，重力也拉不動，就像是開了彈道修正外掛一樣，能保持超音速飛行到1370米以外。相比之下，那些普通子彈飛到一半就軟趴趴的了，這簡直就是降維打擊啊！所以說，當這顆開了掛的子彈遇上了為極致精度而生的 AWM， 那簡直就是王炸組合。AWM 那堅固的槍機能穩穩地承受點338拉普阿馬格南的洪荒之力。重型槍管就像給子彈加了個穩定器，再加上高效的槍口制退器，把那巨大的後坐力馴服得服服帖帖，讓狙擊手可以從從容容地打出下一發。這套組合拳打下來， AWM 就能在1500米甚至更遠的距離上穩定地實現壓腳分的精度，妥妥的 AWM 神裝。當然，江湖上能養點338拉普阿馬格南的可不止 AWM 一個，就像班裡最漂亮的女生總有那麼幾個男生追一樣，其他槍械制造商也紛紛為這顆明星子彈打造了各自的專屬特點。如果說 AWM 是一個專一的丈夫，那巴雷特就是個花心大蘿蔔。他最大特點就是見異思遷，想打點308沒問題，想打點300溫徹斯特馬格南小意思，想打點338拉普阿馬格南分分鐘給您換好。巴雷特強調的是靈活多變，就像個百變金剛，能快速適應各種任務。AWM 呢，他就是個老實人，雖然也能換口徑，但沒 MRED 那麼燒包。他更注重在極端環境下的本分和可靠。一個是海王，一個是忠犬，您更喜歡哪個呢？除了巴雷特，還有一位來自芬蘭的老牌紳士薩科 TRG42，他就像個老幹部，雖然沒有 AWM 那麼炫酷的外形，也沒有巴雷特那麼花哨的功能，但勝在簡單穩定，而且扳機手感那叫一個絲滑，槍擊操作那叫一個順暢，簡直是狙擊步槍界的不老神話。TRG42 的設計簡潔實用，注重傳統步槍的可靠性與精度。AWM 呢，它外觀更像一個潮男，骨架式槍托，科技感十足，一個復古範兒，一個時尚咖，但都同樣優秀。所以你看，這些頂尖槍械制造商都搶着給點338拉普阿馬格南造槍，這不就說明這顆子彈是真的香嗎？再好的槍也得有人用才能打出傳奇。AWM 的故事可不僅僅停留在图紙和靶場，它是在戰場上用硝煙和熱血書寫出來的。AWM 一問世，就成了各國特種部隊的香饽饽。英國、荷蘭、俄羅斯的阿爾法特種部隊，甚至加拿大的 C14森林狼都把它當成了座上賓。這簡直就是狙擊步槍界的大腕兒啊！而其中最有名氣的就是 AWM 的遠程版本 L115A3， 這可不是一把簡單的槍，它是一整套狙擊系統，就像遊戲裡的氪金套裝，不僅槍本身升級了，還配上了施密特本德爾瞄準鏡，這可是瞄準鏡裡的勞斯萊斯啊！2009年，英國陸軍的克雷格·哈里森軍士在阿富汗赫爾曼德省用他的 L115A3 完成了一次震驚世界的神指一槍。他在2475米的距離外連續擊斃2名塔利班機槍手。
2475米啊！這距離，火力軍我估計用肉眼都看不清楚目標長什麼樣，哈里森卻能用 L115A3 在風速、重力、地球自轉這些環境的干擾下完成了雙殺，這簡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呀！火力軍覺得他當時的心情大概就是：哎呀，風有點大，湊合着打吧。這次狙擊不僅僅是哈里森個人技術的巔峰，更是 L115A3 這套狙擊系統的勝利。槍瞄準鏡、彈藥還有射手的大腦完美配合，才打出這個載入史冊的記錄。但可惜的是，英雄的背後也總有些狗血劇情。英國國防部竟然把哈里森的身份給泄露了，這不就跟把007的秘密身份公之于众一樣吗？結果，哈里森和家人不得不背井離鄉，甚至因此病退，真是讓人唏噓。不過 ，AWM 在戰場上可不光是打人，他還是個多面手，對付輕型裝甲車、炸彈客、高價值目標，甚至用來偵察監視，他都能勝任，簡直是哪裡需要哪裡般的戰場萬金油。但是，再厲害的槍也擋不住科技的進步。就像你手機再好用，也得面臨被新機型淘汰的命運。AWM 也一樣，隨着更長更重的拉普阿马格南彈頭出現， AWM 的平台設計開始顯得有點力不從心了。於是2012年 AI 公司忍痛割愛，正式宣布淘汰 AWM， 推出了它的继承者 AXMC 狙擊步枪。AXMC 槍機更長更寬，能承受更大的膛壓，彈匣也加長了，能完全適應那些加大加長的新型彈藥。膛線纏距也做得更快了，就像給子彈裝了個涡輪增壓一樣，這簡直是火力全開的節奏啊！所以說 AWM 的退役並不是因為它不夠優秀，而是它為新的技術和標準完成了鋪路的任務。它就像一個老兵光榮退役，把接力棒交給了更強大的新一代。一把真正的傳奇武器，它的影響力可不光是在戰場上。 AWM 就是這樣，它不僅在硝煙彌漫的真實世界裡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還成功入侵了我們的硬盤，成為了電子遊戲裡那個讓你又愛又恨的狙擊偶像。AWM 那獨特的骨架式槍托、修長的槍身，簡直就是狙擊步槍界的超模，一眼就能認出來，自帶主角光環。但要說起他在遊戲裡的名氣，那就不得不提一個歷史遺留問題了 ：AWM 和 AWP。火力軍問你玩 CS 反恐精英的時候，是叫他 AWM 還是叫他 AWP？ 沒錯，在 CS 裡他就叫 AWP。據說是因為早期版本可能只帶 Article Warfare Police， 也就是北極作戰警察，後來為了版權問題就将錯就錯了。但不管叫什麼，他在游戲裡的威力那可是實打實的一槍入魂，和現實中發射.338拉普阿馬格南的 AWM 簡直就是神還原。所以啊，在我們的文化裡 ，AWP 這個符號早就超越了它本來的意義，它代表的就是那種一發入魂的爽感，那種力挽狂瀾的霸氣。在 CS 的競技場上 ，AWP 雖然價格高得離譜，拿上它移動速度慢得像蝸牛，但只要你槍法夠準，那就是神擋殺神，佛擋殺佛。圍繞 AWP， 甚至誕生了一個專屬的戰術角色 AWPer， 他們就像是戰場上的藝術家，用閃光彈、煙霧彈創造機會，然後閃身一槍，乾淨利落。這不就是把遊戲玩成了行為藝術嗎？而在另一款火遍全球的吃鸡遊戲 PUBG 絕地求生裡，這把槍終於證明了它就叫 AWM， 而且它在遊戲裡的地位簡直就是神中之神。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它太稀有了。AWM 只能通過空投補給箱獲取，想要它先得冒着生命危險去搶空投，玩的就是心跳。而且它用的子彈也是獨一無二的.300馬格南，稀有的不行，一盒通常只有20發，簡直是比黃金還貴呀！但它為什麼這麼厲害呢？你可否聽說過一槍秒掉3級頭，隊友喊我666？它是唯一能一槍擊穿3級頭盔的栓動狙擊槍，而且它的初速高達910米每秒，比其他狙擊槍快得多。這意味着子彈在遊戲裡飛行時間短，下墜小，打得又準又快，這完美還原了現實中.338拉普阿馬格南的超遠距離平直彈道和抗風偏能力。所以說，这種稀有加變態強的設定，讓 AWM 在遊戲裡成了玩家們夢寐以求的神裝。每次拿到它，你都會覺得自己簡直就是天選之人。這不就是把 AWM 在現實中的頂級地位成功的平移到了虛擬世界裡嗎？從戰場上的一發入魂，到遊戲裡的一槍秒掉3級頭
AI 公司的 AWM 狙擊步槍用它獨特的魅力，不僅征服了世界各地的士兵，也承包了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回憶。它不僅僅是一把槍，更是一個時代的印記，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文化符號。怎麼樣，火力軍今天這期 AWM 的八卦有沒有讓您聽得熱血沸騰，或者會心一笑？您對 AWM 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在遊戲裡，你為了它有沒有幹得停不下來？在評論區大聲告訴我你的故事，或者你還想聽火力軍扒一扒哪把不正經的槍？趕緊留言！感謝大家收看本期節目。如果您喜歡今天的內容，別忘了點讚、訂閱並分享給你的好友們。我們下期節目繼續火力全開，不見不散。